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蒂德利特的奇境冒险，今天是第2章。上一章升到了9级，并且呢，血量和法力的最大值上限都升到了110，在本章可以升到120，并且本章有2个强化属性攻击的道具。那本章的大体流程是：首先要拿到2段跳，其次呢要开启绿色的门。好，我拿到了一把重剑，这把剑呢是双手挥舞的，攻击的频率比较低，但是范围很广，攻击力也很高。像这种武器在你的攻略流程当中是比较有用的，尤其是清小兵的时候。打 BOSS 的时候，我也喜欢用这种武器。如果你的武器攻击距离短了，因为 BOSS 的攻击范围一般比较广，你躲避的时候就很难能输出了。帽子戏法，这是一起射出3支箭的。这个地方是一个赌场，如果你的钱不够，可以来碰碰运气，并且呢，旁边还有一个存档点，所以的话你懂的。我现在才700多块钱。本章的商店的东西就稍贵一点。这张图的上面暂时不能走，需要拿到2段跳。拿2段跳的话呢，又需要打 BOSS， 所以说咱们先往第一个 BOSS 处前进。每张的地图其实不是很大，这里又是一个传送点。这个传送点呢，算是本章的一个地标型的建筑，它位于本章的地图的中心。这个大家记住这里一下，后面我会频繁的出入这里，尤其是在收集的时候。那把斧子就不捡了，这些东西其实卖不了多少钱。到了中后期，如果能刷道具，还能赚一点钱。现在这一把斧子大概几十块。好，这是本章的第2个传送站，它位于这个地图的左下角。我先把它开了，然后呢，后面咱们来回传送的时候呢，就比较方便了。本章还会再拿到一个精灵魔法，应该是石魔法。这把弓好用啊，因为它毕竟是射出3发，不用刻意的瞄准。大剑这个武器我估计我要用很久很久。哦，这是悬浮石，哦，好大一只蜈蚣啊！我怎么想起了鬼吹灯？它里面就有一只很大的蜈蚣。飘过去，带着风精灵呢，穿越这种是不掉血的。下边的石头的尖刺部分不知道能不能扎到人啊，我还是不冒险了。这里要切换成火精灵。精灵的等级现在是满的，都是3级。没掉血的情况下呢，咱们中间的精灵球也储存了不少的灵力值，升级了10级了。小心一点。好，下面果然有东西，尖刺。前方不远就是本章的第1个 BOSS 战。2只精灵王，2只
每个人是一半的血。这里有隐藏。哦，红色的瓶那是法力值的上限。法力值的上限优先拿可以，因为这个游戏前期的 BOSS 一般都比较菜。这是一个新的解谜的要素，它是一个磁铁。那你射的箭呢，经过它的时候，弹道会发生偏移。门的话，我害怕是拟门怪，所以说试了一下。又一个隐藏，这是一把武器，看起来是一把短刀。攻击力还比较低，那算了。还是这种重剑，抡起来感觉比较爽。左侧的是一个绿门，这种绿门呢，本章要采到开绿门的道具，一个机关。哦，这个磁铁拐弯啊，拐2个弯。如果我用的不是帽子戏法这把弓的话，那瞄的要相当精准一些，所以这把弓还是有它的解密优势的。这个骷髅防御的时候好像是没有攻击判定的，就是你撞它你也不会掉血。好，前面就是一个石魔法，但是呢咱们现在过不去，这个地方需要2段跳。商店，我现在1052块钱。把东西卖一卖，你看那把小鬼的枪，就值10几块钱。然后他卖的东西呢，动辄上千。咱卖了。1600，算了，后面打第2个 BOSS 之前咱们再来买。否则的话，其实可以现在先把我的武器卖了，然后呢再买一个重剑。但是呢，我没留一个备用的，所以说只剩1把了，卖不出去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明显呢，你就需要频繁的用到属性切换。咱们先挑一个砍。那我现在装备的是火精灵，所以就砍这个风的。追着砍啊，躲着点风的攻击，火攻击对咱们现在造成不了伤害。好，砍碎了。向一侧移动，频繁切换的话容易出错，所以向一侧移动。好，这回切换成火，够不到他就用精灵魔法来轰他。又换攻击招式了，那我需要来回的切，还差火这只。风精灵王已经变暗了，所以说他那个你现在砍不了他了。可以了，他俩的攻击方式就是这样。你看，用火和风合体的攻击。赶在那个攻击过来之前把它砍爆了，可以了，咱们可以去拿2段跳了。这个能力真的是神技，一个翅膀的标志。有了2段跳呢，就能够去很多地方，包括咱们刚刚见到的石魔法。埃特。啊，我真的讨厌死这帮家伙了，就是问他们的问题从来不回答。走了，等我见到他们的啊。这个游戏后面应该会和他们战斗的，而且好像还是一个 BOSS Rush 的模式。那后面的 BOSS 可能就比较难打，我们先把这个精灵魔法拿了。
先试一下好不好用，切一下。哦，它是在一定范围之内有敌人了，它自动过去撞敌人。那好像还有一点点护身的意思。可以，这个魔法可以。地面还会塌陷，切跳。这个操作呢，脑子清醒一点。另外呢，如果你切火魔法的话，火精灵的话，你在岩浆里是不掉血的。存档点。好，这里又是这个传送站，咱们传送到中间去，开始收集一下。另外呢，向开绿门的机关前进。把中剑挥舞起来真的是太管用了。这里也给咱们提示了，切换火精灵阻止火属性伤害。但是呢，这个鹰大家看右下角它是有抗性的，火抗是6点，所以说咱们切火精灵的时候砍它不掉血。一把弓，贤者之弓。攻击力很高，但是是单发的。这些是光的精灵，咱们如果用光属性攻击的话是无效的。看，全都格挡了。你马上再跳。脚下的那个平台就塌了，尖刺碰了是掉血的，所以走这里的话，最好还是使用风精灵。这个游戏还是考一点操作的，但是难度不是很高。操作按键的话，就是跳跃、攻击。后退键、精灵魔法、射箭，还有呢就是切换你的精灵，大概6个操作键，然后4个方向键，还可以，感觉还可以，不是很复杂。因为现在的手柄大家也知道，左右各2个肩部键位，然后呢方向键还能向下按。这些操作都没有用到。这里检查一下是不是你能怪。这只是带有绿色的眼睛。这还有一只。哇，这个地方不好射呀，特别窄，特别紧。看，而且呢，那还有一个。磁铁挡着，找一下角度啊，好了，墙上被我射成刺猬了。片鱼刀看一下，攻击还可以，但是它应该不是大剑，那算了。另外呢，现在绿门已经开了，那绿色的门开之后呢？包括你2段跳，这是2个本章的得到的新的，可以到达新的区域的能力。有了这2个东西之后，咱们不止在第2章的地图部分可以拿到一些道具，在上一章、第1章的地图也有可以到达新的区域，可以拿到新道具的地方。所以说，在打第2个 BOSS 之前，咱们需要进入一个收集模式。收集模式也是有重点的，我首先需要去拿2个强化攻击的道具，这2个东西呢特别的重要，它大概可以增加你的攻击力25%左右。
一个是增加装备着风精灵时候攻击力的强化道具，一个是火精灵的，所以说真的要拿。存个档，保存一下战果呀。这儿二段跳，第一章的时候咱们就来过这儿，但是呢当时过不来。另外本章还有一个增加血量上限的，这个呢我觉得就不是特别的重要了，但是咱们还要拿，打完 BOSS 再拿吧。纹身鬼第一章我就打了一只，好像当时还打到我了，当时我的攻击力实在是太低了。那现在咱们拿了一把重剑，看他还这么费劲。这个怪真的很肉。好，就是这儿，强化火精灵的，1刀100了。之前砍他一刀好像是80。然后咱们去拿第二个强化道具，是强化风精灵。赶路吧。一些我没有走的分支里边，一般是门，因为这个游戏呢有很多颜色的门，你需要踩到相应的机关才能把这个门开启。现在咱们进的应该是可以进绿门了。第一章打开的是蓝色的门。现在黄色的、红色的、紫色的还都进不了。这个图大家如果看了上期就会眼熟了，这都是第一章的地图。这边是要把墙壁打开进去的。里边我记得是纹身鬼在守着，存档点存一下。纹身鬼的话，刚才打了2只，感觉打起来比第一章顺畅多了。1刀100。手甲钩啊，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近身攻击的道具。好，咱们回到了第2章，这是第2章中间的那个传送站。从第1章回来赶路的部分呢就省略掉了。拿着风这把刀砍一下是80，它还没有经过强化。这边有一个红门，好的，这回呢强化了。强化了之后呢，咱们去买一把剑，到商店买这把巨神剑，这是一把重剑，比咱们现在的攻击力要高5。所以说咱们的输出呢和刚到这个章相比啊，大概提升了30%。这样可以去打 BOSS 了。从屏幕的左下角的传送站出发，往左走，就到达了本章的 BOSS。本章的 BOSS 是一条龙，这个龙很容易让人想起街机平台的《龙与地下城》系列的那只红龙，这只龙也是红的。这个龙的名字叫做晨曦之星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游戏里比较菜了。这边有存档点，往右走的话需要水下呼吸的能力，这个需要第3章了。第3章拿到能力之后，可能咱们还要回来进行收集之类的。这里就是 BOSS 战。
啊，别废话了，我为了玩游戏而已啊！快快快，把它叫出来。那我装备的是风精灵。哦，这看体积比较大啊，感觉一个屏幕都装不下。开始砍吧，飘着砍。对，他先一个龙烟吐息是往地面吐的，所以说咱们跳起来呢，他搞不到。然后是落石攻击，落石之后呢是岩浆，落石在地面，岩浆的话咱们又跳起来。然后是这种火焰炸弹，火焰炸弹呢落地之前呢没有攻击力，但落地之后炸这一下范围还是挺大的。然后开始吐毒，但是他已经没有多少血了。我一下，又开始吐息。好的，搞定了。搞定完它之后呢，还有一个收集我没有收集，就是血量最大值的上限。现在去拿一下。咱们来到本章的中间的这个传送站。这个实际上开了绿门之后就可以了，就这儿打一只纹身鬼，看我现在一刀115了，最开始呢一刀是80，咱们级别也到16级了，刚来这章的时候才9级啊，还是10级，血量最大值上升了10。另外呢还有一个道具可以去拿，是一个武器，这个武器不是很重要，后面如果你开了红门的话再拿也可以，咱们现在就收集了吧。好在呢它离这个强化道具不远，现在回到了第一章的最终 BOSS 的场景。这个游戏的地图不算复杂吧，就每一章的区域还是比较明确的。这里也是需要2段跳才能上来，是一个第一章的地图的一部分。可以了，就这儿，是一个短兵器，全刃，攻击力和连击数还比较高，但是攻击距离太近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蒂德利特的奇境冒险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第2章结束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